日本濑户内海里美术馆最密集的就是直岛了。这一集我将从冈山车站出发，分享交通及直岛上的3大区怎么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dy。直岛原本是三菱财阀生产铜的冶炼厂，从1960年开始转型观光产业，后来由冈山的出版商贝乐生公司收购了大量的土地，新建了多间美术馆，帮直岛奠定了今天在日本艺术界的地位。我们当天是从冈山车站搭乘宇野港线到终点站宇野站下车。宇野港线从冈山车站出发的班次非常少，也可以选择搭乘濑户大桥线，在茶屋町转宇野港线，时间不会差太多。不过船的班次是固定的，搭车前要确定能衔接得上哦。如果来直岛的时间刚好是3年一次的濑户内国际艺术季，车站里就有换艺术季护照的地方，而且车站及港口附近就有展示品，可以在等待上船的时间到处看看。宇野港在宇野车站的斜对面，走路过去不到5分钟。我们是现场买的来回船票，如果只买单程，回程票也可以透过宫浦港的贩卖机购买。从宇野港往返直岛的船很大，可以容纳多辆游览车和货车一起上船。就算在濑户内艺术季的直岛旺季，除了上船要排队之外，不用担心会客满。船舱在2楼，里面空间大，座位舒适，而且船在航行时非常稳。要不是看到窗外景色，都没有发现船已经开了呢。直岛的宫浦港对面有很多自行车行，以单车环岛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港口旁也有巴士可以搭到主要的景点。艺术季期间，直岛会加开观光巴士，这种观光巴士上可以刷卡，坐一趟不分距离就要日币300元。非艺术季期间，可以搭乘本地巴士，巴士上只收现金，坐一趟只要日币100元。直岛主要的观光区分为宫浦港周边、本村及美术馆区。一般巴士运行的方向是从宫浦港出发，经过本村后再到美术馆区附近原路返回。但濑户内艺术季的观光巴士会有顺时和逆时的路线，在搭乘前要稍微留意一下。另外，美术馆区有免费的区间接驳车，但每个站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，所以我会建议用走的。从宇野港返回冈山车站，除了坐电车原路回去外，也可以考虑搭乘巴士，舒适而且不用转车，车资只要日币700元，比搭电车便宜。下船的地点宫浦港的附近有3处比较特别的景点。首先，靠海的地方有草间弥生的红南瓜。第二个景点是这个由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所设计的作品，进去里面拍照很有艺术感，晚上看起来也很美哦。第3个景点虽然无法从港口直接看到，但走过去也不远，是以日文的汤 you 为谐音的 I love 汤，里面真的可以泡澡哦。本村区有4个比较特别的景点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知名建筑师安藤忠雄博物馆了。虽然小小的，但可以看到安藤忠雄在建筑设计上光影的处理。第2个景点就在安藤忠雄博物馆的正对面，门上写着八幡山的极乐寺，里面的钟楼是1896年建造的文化财，不过钟本身是近代铸造的。第3个景点要从极乐寺旁的小路上去，这是由日本艺术家山本博司所改造的护王神社。他用玻璃打造的阶梯将光反射到地下，形成有趣的景观。这里的海景也非常美，是附加价值哟。第4个景点是直岛最新加入的成员——直岛新美术馆，入口在停车场旁边。建筑物是由安藤忠雄设计，开馆时请了国际艺术家们共襄盛举，展出的内容很有趣，但要注意休馆通知，避免白跑一趟。这里是美术馆最密集的地方，而且室内和室外一样精彩，共有6个景点。首先，在靠近祖祖吉庄的海岸线上，有直岛最有名的草间弥生的黄南瓜，顺着海岸线走，就会到第2个景点贝乐生之家。这里的建筑物一样是安藤忠雄的作品，在这里看着海景吃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虽然餐点的选择不多，但味道还不错。出了贝乐生之家，沿着海岸线继续往前走，会经过第3个景点，由华裔艺术家蔡国强所设计的文化大混浴，展出的内容是一个大浴缸被大小不一的砾石包围，应该是看着无敌海景泡澡的概念。从原路回到主要道路上顺着走，会抵达第4个景点 Valley Gallery。 虽然本身是个室外展场，例如这个由草间弥生设计的水池，但还是有安藤忠雄的建筑衬托，很多人会走旁边的这条小路上去，不过上面看到的景很普通，可以省略。在 Valley Gallery 的斜对面就是第5个
景点——韩国艺术家李宇焕的美术馆。我个人觉得他室外的作品比较有意思，室内不能拍照摄影，而他的作品大多是这种框框里的一个点的感觉。如果门票不是包含在套票里，我应该不会花钱进去看。美术馆区的最后一个景点地中美术馆，入口跟卖门票的地方有些距离，因为太热门，所以建议先在网络上预约入场哦。不在上述名单里的，还有位于本村的家计划和位于美术馆区山本博司时间的回廊。如果时间允许，可以加入名单中。我们下一站见，拜拜。有声音吗？